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石油、支持了俄罗斯的对乌战争为由，对印度额外加征 25% 的关税。这意味着美国对印度加征的关税额度达到 50%。印度喜提特朗普关税的最高额，除印度之外，仅有巴西的特朗普关税同为 50%， 且美国对巴西多种产品实行了关税豁免，豁免产品交易额占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 44.6%。去年慕尼黑会议上，印度外长苏杰生当着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面炫耀印度进口俄油转卖欧洲赚钱是印度聪明，而布林肯和时任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只能陪笑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为何转眼之间，印度就从左右逢源的外交大师沦为了大国竞争当中的炮灰？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曾经说过，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算是对国际政治残酷一面的准确认知，可问题在于，印度自身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支撑他们的大国野心。印度人自己也清楚，印度的国力根本不可能与美苏这样真正的大国媲美，但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让印度看到了操作的空间。当时的世界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不少国家都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独立，正是民族自尊心格外高涨的时候，如何甘心再给自己头上找个爹？单独来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的国力在美苏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但这样的国家数量足够多，如果能够团结起来，即使是美苏也要忌惮。尼赫鲁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埃及总统纳塞尔共同提出了不结盟的主张，并将中国对应提出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在表述上稍作修改，变成了不结盟运动的纲领。靠着这份贡献和印度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堪称庞大的体量，印度顺利地在不结盟运动成立后，成为了该组织的重要话事人，一时风光无限。直到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让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印度对外宣扬和平让步，涉及自身利益时却得寸进尺的双标事实和印度背弃不结盟立场，向美苏摇尾乞怜的丑态。从此之后，印度在不结盟运动当中威望大跌，再没法在国际舞台上以不结盟运动领袖自居。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力补自身不足，在国际外交场合享受大国待遇。不过也正是因为这场战争，让美苏注意到了印度对中国的牵制作用。尽管当时的中国尚未完全走出近代100年屈辱造成的积贫积弱，但已经通过朝鲜战场的胜利奠定了自身的大国地位。此时美国因为意识形态与中国对立，苏联则因为国家利益的冲突与中国闹翻，两国都担心来自中国的针对会导致自身在霸权争端中失利，都想找点事儿拖住中国。印度体量够大，又与中国存在冲突，还愿意对美苏软下身段，无疑是枚好用的棋子。于是美苏两国争相对印度示好，让印度成为了冷战期间难得的可以同时吃美苏援助，而不是被美苏用援助威胁选边站队的国家。苏联解体之后，印度依旧不改其交际花本色，一边靠与中国冲突成为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关键获取美国支持，一边加入金砖积极推动多极化，从反霸权阵营中获利。不得不说，印度的外交团队确实有水平，最大程度上利用自身区域强国的地位，给国家争取了巨大的利益。以至于在印度能够在俄乌战争爆发、欧美严厉制裁俄罗斯的关键时刻，大力从俄罗斯进口折扣石油，并向欧洲转卖获利。甚至当欧洲媒体看不惯，在慕尼黑安全峰会上拿着这个问题质问印度的立场，印度外长却理直气壮地表示，能转卖俄油赚钱那是印度聪明。在场的欧美官方代表也都只能含笑点头。毕竟在俄乌中东牵扯了美国和他的欧洲盟友们大部分精力的情况下，美国都还指望拉拢印度制衡中国，实在在这种时候不好和印度翻脸。况且印度转卖俄油对平抑国际油价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今经济发展停滞的欧美也并不希望油价飙涨、物价飙升，导致他们国内本就因贫富分化而十分严重的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而与此同时，印度刚刚与美国认定的死敌中俄一道，推动了金砖国家扩容，提升了金砖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印度作为金砖国家创始国，自然也没少从中获利。这种左右逢源的本事确实不是什么国家都有的，许多国家都对印度相当佩服，印度自己也对此颇为得意，自认是凭本事把中美俄欧都玩弄于股掌之间。然而短短1年之后，印度自以为完美无缺的外交平衡就被美国的加税宣言打碎。特朗普在上台之前曾夸下海口，一旦自己成为总统，将在24小时之内结束俄乌战争。可事实却是，特朗普上台半年，俄乌冲突依旧愈演愈烈。普京在与特朗普的沟通中给足了特朗普情绪价值，实际上却在利用特朗普对俄罗斯的好感，加速俄军在乌东攻城略地的步伐。久而久之，特朗普也意识到自己好像被俄罗斯耍了，却拿俄罗斯没什么办法。
毕竟，美国在俄乌问题上能用的牌早就已经被拜登政府用的差不多了。况且，特朗普的基本盘是 mega 本土派，决定了特朗普不能在这场欧洲的战争中消耗太多美国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只能祭出了2级制裁的大棒，威胁其他国家在俄美贸易之间只能2选1，试图以此切断俄罗斯的经济来源，迫使俄罗斯不得不接受停火和谈。于是7月14号，特朗普一改此前对俄罗斯百般容忍、对乌克兰步步紧逼的姿态，对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罗斯在50天内停战，否则将对俄征收100%关税，并对购买俄罗斯产品的国家实施2级制裁。7月28号，特朗普又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会面时，宣布将这一时限缩短为10至12天。但俄罗斯对特朗普的威胁主打一个无动于衷。俄罗斯早就吃尽了美国制裁，如今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额不过区35亿美元，就算是没了这点钱，也不会给俄罗斯造成什么影响。何况这35亿的产品大多是美国只能从俄罗斯进口，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完全可以加价卖，让美国自己消化关税成本。至于2级关税，在全球化深度发展、世界经济早已融为一体的今天，哪有完全不和俄罗斯做生意的国家？就连美国自己都与俄罗斯有贸易往来，美国的铁杆盟友欧盟更是在俄罗斯进出口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甚至因为俄罗斯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他们都不用担心美国杀鸡儆猴，让其他国家减少对俄贸易。要是美国对中国加得动关税，早在解放日关税那一轮就加上了，何必等到今天再来以中国援俄的借口加？事实的发展却如俄罗斯所料，眼见最后通牒日期将至，俄罗斯却丝毫没有停手的意图。美国却既不想对俄罗斯加税，又不敢对中国加税。可要是真的什么都不做，美国也不甘心，并且担心这会让世界各国看清美国外强中干，更加不服从美国的霸权秩序。于是美国就盯上了作为俄罗斯第2大贸易伙伴的印度，以印度购买俄油为俄罗斯的战争行为提供经济支持为由，对印度加征了25%的额外关税。为了给自己制裁印度而不感动中国的欺软怕硬行为找补，美国还找了个借口，称印度有倒卖石油帮俄罗斯规避制裁的行为，而中国只是没有加入制裁行列，所以关税只针对印度。这种理由显然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印度更是对此大为震怒，认为美国背信弃义。但美国根本不理会印度的不满，因为对于美国来说，他们支持印度的全部原因只是之前印度表演的像是能够成为对抗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前不久的印巴空战中，巴基斯坦用中国的出口版歼10取得了6-0的完胜，使得印度的反华叙事出了大问题。毕竟要是印度连体量比自己小得多，用着中国非尖端武器的巴基斯坦都打不过，拿什么去和体量更大、武器更先进的中国碰瓷？既然印度在对抗中国的问题上根本帮不上忙，美国为什么要在自己经济出问题的情况下继续给美国输血，吃掉印度给自己回血不好吗？归根结底，印度的所谓高明外交手段实质上是在利用大国博弈的间隙获利，但印度的国家实力根本不足以支撑他们成为大国博弈的棋手。在真正能够影响世界秩序的大国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时，印度可以左右逢源。可一旦双方矛盾激化，博弈的中间地带收窄，印度就会遭到挤压，为自己贸然加入更高水平的棋局付出代价。特朗普对中国1300多种加征关税的清单上，记着一批的他唯独划掉了他们至少80%都要向中国进口的稀土，因为在稀土上中国能把老美的脖子卡到窒息，并且在全球都找不到替代渠道。我国掌握着世界90%的稀土供应，在全球上只有中国一超，没有多强，是真正的王牌产业。这个让我们自豪的产业，却建立在我们曾把稀土当猪肉卖的血泪史上。30年前那场将全球强国都卷进来的稀土大战，开战前我们被美日欧等国逮着羊毛可劲薅，最后却被中国将计就计，摇身一变成为了美国口中的霸权主义者。稀土为什么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脉？可以说它可是比石油都重要的战略物资，被称为工业黄金。美国制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要使用稀土达27吨，生产一架 F-35 战机需要400公斤，一枚爱国者导弹中也含有3公斤的稀土。可以说你日常中见到的飞机、新能源车、手机等都需要用到稀土。军事方面，凡是我们能想到的高科技武器，比如激光炮、电磁炮、卫星、雷达等，可以说没有稀土，就连三体中的水滴都得躺在设计图上。中国稀土的储备量是世界第一，但凡中国沾点第一的东西，那美国绝对不会让你好过。1980年之前主导着全世界稀土行业的就是美国。美国加州的芒廷帕斯矿一度供应了全球90%的稀土需求。当时美苏争霸愈演愈烈，为了确保战争时期美军不会缺乏关键的稀土原料，就将本土的稀土开采列为了核武器的级别。一场针对中国稀土的阴谋就应运而生。1982年，美国战略原料局向总统里根提交了一份33页的报告，整篇报告汇总成一句话，就是我们应该停止开发自己的稀土资源，向中国购买，
埋在我们土地下面存储起来，等把中国掏空之后，我们再高价卖给中国，岂不美哉？美国干着损人利己的事儿，那真是为首熟耳。1990年，中国开启了市场化改革，大量国有企业破产或改制成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自然以盈利作为首要目标。在稀土的暴利下，一时间经营稀土行业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建起了数百家，他们不负众望地将这些稀土卖给了英美日等国，并无限量供应。由于行业竞争太过激烈，国内的企业就打起了价格战，导致比黄金还宝贵的稀土真的被当成土来卖，价格最低时甚至比猪肉还便宜。到了2005年，全球稀土总量不到10万吨，中国的产能却达到了20万吨，供远大于求，出口的价格比支出暴跌一半都不止。更令人心痛的是，中国的稀土储量由70年代的 90% 骤降到了 37%， 现在的存储量预计保持到2040年至2050年，之后就需要向国外进口了。没办法，那个时代归根结底就一个字，穷啊！你总得先赚着钱才能购买生产线、购买技术。另外，根据海关的数据统计，仅2006年一年，中国有1/3的稀土都是盗采和走私出口。每讲起这段历史，无数人为之痛心，而以美国为首的稀土购买国则悠哉地躺在沙滩上，静静地等待着当年制定的战略实现。当年被邓公点名为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的产业，却沦落到如此的地步，让无数国人唏嘘。但在其他国家的眼中，中国可没这么惨。在中国低价高纯度的稀土冲击下，国外稀土公司开始大量倒闭，稀土产业链断档。视频开头的芒廷帕斯矿在2002年就被美国关停，全世界的稀土企业都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是被中国廉价的稀土冲垮，要么将企业迁入中国进行本土化生产。相信多数企业都会选择后者，将生产线搬到中国的外企大部分却被中国悄悄收购和瓦解了。比如曾经为美国生产最先进导弹磁体的麦格昆茨公司，如今背后的2大股东分别是中科院的下属企业中科三环，另外一个是国资委下属公司的中国有色金属集团。洋气十足的麦老登的名字下可是实打实的中国企业。除此之外，2005年中国西部矿业收购了美国稀土合金生产厂，2009年中国五矿集团收购了澳大利亚矿业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全球金属矿业公司等等，基本上全球所有有关稀土的头部企业都被我国直接和间接吞并。这个时候你可能有疑问，为什么他们甘心被收购？那是因为此时中国已经掌握了稀土从开采到分离以及提炼的整个完整的产业链，中国不仅端走了他们的饭碗，临走还把桌子给掀了。直到2010年在中国布局完成后，其他国家才恍然大悟，美国赶紧将芒廷帕斯重启，希望重现往日辉煌。欧盟和其他国家对本国企业进行注资升级，还有巴西、日本、印度等组成联盟，表示不进口中国稀土，还有忙着撰写状纸告中国稀土垄断的。2012年3月，美国、日本还有欧盟一同将中国起诉到了世贸 WTO， 起诉的理由是中国随意限制稀土的出口配置，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凭借稀土霸权欺负我们。WTO 这个傀儡机构认定中国败诉，强迫中国取消稀土配额制。好，这么玩是吧？2014年5月，中国政府宣布把稀土的出口关税提高到了原来的10倍。美国也没闲着，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稀土，先是找到了格陵兰岛，结果早被中国捷足先登。中国盛和低调并购了格陵兰矿业公司 10% 的股份，是格陵兰最大的股东，拥有优先开采权。蒙古国虽然愿意卖，但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导致压根运不出去，最后实在是没招了。美国跑去矿物废料里提取稀土，结果发现提取稀土的加拿大技术商 NEO 公司已经悄然改名为 NEO 新材料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原来这家公司也早已被中国紫金矿业以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估计美国知道这一消息时头都裂开了。在过去的10几年中，美国一直想要重建稀土产业。在2010年时，美国审计局计算出追上中国至少需要15年时间。到2016年，美国总统再问统计局，得到的答案还汤姆是15年。美国等于刷了6年的朋友圈步数。而此时中国的稀土产业链基本消化了全球的企业，但是距离称霸全球还差一步。还记得开头说的供应着全球 90% 的美国芒廷帕斯矿吗？被美国寄予厚望，却在2015年宣布破产了。在破产前将核心技术和资料全部转移到了 NEO 新材料技术北京有限公司。2年后芒廷帕斯矿拍卖，美国政府希望通过一家稀土企业在美国重建稀土产业链，这是美国最后的倔强。拍卖会上被 MPMO 公司竞拍获得。有意思的来了， MPMO 公司有3大股东，其中2家是根正苗红的美国资本，另外一家是新加坡国贸公司，股份拥有优先权。这家公司虽然在新加坡注册成立，但 70% 的股份归属中国乐山盛和稀土公司，而乐山盛和的背后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研究所，研究所的背后是中国财政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个代表美国无限稀土光荣的公司
通过一个4线小城市乐山又转交到了中国手上。万般无奈之下，美国最终投资了澳大利亚的莱纳斯稀土公司。这家公司是目前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最大的稀土公司，拥有着世界 14% 的冶炼产能，而中国的冶炼产能也才占到了世界的 86%。世界上除了2万吨稀土不是中国冶炼的，剩下的稀土矿都需要运到中国进行冶炼分离。中国在稀土储量和产量上都占据着绝对的主导位置，而这一切的辉煌背后，其实我们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中国的稀土之父徐光宪先生。他和同为化学家的妻子高晓霞克服美国重重阻挠返回祖国，是他根据国家需要四处转换科研方向，自主创新出一套串集萃取理论，将稀土纯度提高到了创世界纪录的 99.99%。中国稀土因他而起，因他而盛，由开始的冤大头变为吞并世界的巨鲸。我们背后的脊梁每一块都由他们所铸。在中国永远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为名利，不为财富，他们兢兢业业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祖国富强。